父亲大人，听说独孤叔叔来了。忽然，一道悦耳的声音自店外传来，那是一个女子。果不其然，很快的店门便被打开，一道倩影也是随之出现在楚风等人的视线内。这名女子身材曼妙，长得也很靓丽，大眼睛、小鼻子、瓜子脸，嘴唇红润，很有质感，是一个性感而迷人的小美女。尤其一袭火红色的长裙，若隐若现的露着一双笔直而修长的玉腿，更是显得她很是火辣。总体来论，这女子与司马颖倒有些像，不过感觉不同。虽然楚风阅女无数，但在他来看，这名女子也算得上是上品。不过楚风注意到更多的，却并非是这女子惊艳的外表，而是女子的年龄与修为。与楚风相差不多的年龄，乃是9品武王的修为。这名女子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如儿，你怎么来这了？今日你24个，不是搞了一个小辈的聚会吗？你没去参加？见到这位女子闯进来，炎族族长也没有生气，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是溺爱这名女子，当然要去参加。不过我听说独孤叔叔来了，就赶忙赶过来了，毕竟我好久没见到独孤叔叔了。那女子将目光投向了独孤星风，你这丫头，不过来的正好，快来拜见几位前辈，这可都是武之圣土，大名鼎鼎的存在，我炎族的贵客。炎族族长开始介绍起来，介绍之后，楚风知道原来这位年轻的性感女子叫做颜如，是炎族族长的女儿。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炎族族长的子女还真不少，这个女子在她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末，排在了第25。但是想想倒也正常，别看炎族族长看着年轻，但实际上也活了1000余年，是老怪物级别的人物。他活这么多年，多生一些子女很是正常，只要他愿意，一年生一个也不是问题。毕竟这样的高手，想不想要儿女，只是意念间的事情，完全是可控的。而看看颜如的排行，楚风猜测，想必这位族长的长子或者长女，如今的年龄也应该有几百岁了，恐怕孙子几十岁的都有了，还真是儿孙满堂啊。而这个颜如很有礼貌，在其父亲向他介绍之后，他便开始向洪强等人一一施礼，就连楚风他也施礼了。不过目光放在楚风这里的时候，倒是有些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楚风的实力，8品武王，小辈之中不算最顶尖，但如楚风这个年纪便到达8品武王，可就非常少见。那颜如知道楚风是天才，如他一样的天才，所以看楚风的目光才不同。不过那目光没恶意，反而很是欣赏。如儿的修为进步的还真快，上次看到你还只是6品武王，想不到这么快就8品武王了。独孤星风夸赞道：“多谢独孤叔叔夸赞，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夸赞我就可以了。上次答应我的，你带来没？”颜如甜甜地问道。别看她长得很是性感，但这性子倒像是少女一般，自然不会忘。独孤星风自乾坤袋内取出一颗紫色的珍珠，这珍珠不是很大，但晶莹剔透，虽有微光，却不刺眼，很是漂亮，并且其中蕴含着与众不同的质感，一看就是一件至宝。多谢独孤叔叔。接过珍珠，颜如欣喜无比，到底是女子，不管修为多强，也难以剔除爱美之心，而珍奇的饰品更是女子最爱。诸位前辈，如儿还有事，就先告退了。对了，楚风师兄，今日我24个邀请他的朋友举办了一场小辈之间的聚会，你不如也与我一起来吧。忽然颜如看向楚风，他竟主动邀请楚风。楚风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独孤星风。楚风去吧，能受邀来这里聚会的小辈也不是寻常的小辈，你去结识一下也好，若是老祖醒来，我们再去叫你。独孤星风说道。那就有劳25小姐带路了。楚风起身与颜如走出了大殿。别叫我25小姐，感觉怪怪的，你叫我如儿吧。他们都这么叫我。走出大殿后，颜如便迫不及待地提醒道：也好，那你也别叫我楚风师兄了，你我年龄差不多，但若论辈分，你可能要比我大得多，所以咱们干脆别论辈分，你就叫我楚风吧。楚风说道。好啊。楚风颜如说话之间，也不停打量着独孤星风送他的那颗珍珠，还对楚风问道：楚风，你说这颗珍珠是做戒指好看，还是做手镯好看？我感觉做项链不错。楚风说道。项链？这颗珍珠这么小，做项链真的好吗？颜如不太相信。借我试试。楚风伸出了手，颜如也并未拒绝，而是将那颗珍珠递到了楚风手中。珍珠到手，楚风的手掌便微微握起，随后只见一道柔和的光芒自楚风手中散发开来，惹得颜如顿时眼前一亮，大眼睛瞪得溜圆。而当楚风手掌张开之际，在他手中的已不只是珍珠，而是一条镶嵌着珍珠的项链。你是戒灵师？见到这一幕，颜如那大眼睛中充满了惊喜。雕虫小技而已。楚风将项链还给了颜如。你太厉害了，只是这么快就打造出了这么美的一条项链，而且链子不粗不细，恰到好处。虽是结界凝聚的链子，但却如实质一般，款式更是没话说，简直完美。楚风，你太厉害了，你一定不是简单的戒灵师吧？颜如仔细打量手中的项链，越看越是喜欢。到的最后，他看向了楚风，那光芒闪烁的大眼睛中竟满满的都是崇拜。颜如，难道你不是戒灵师吗？楚风有些意外，他虽是黄袍戒灵师，结界之术很是高超，但他先前所用的确是雕虫小技，除了设计上很有新意外，手段随便一个金袍戒灵师都能做到。可是颜如这反应竟如此之大，而楚风感觉他也不像是装的，所以楚风推测他之所以如此，应该是他不是戒灵师，所以他才羡慕戒灵师。但是身为炎族族长的女儿，怎么可能不是戒灵师？毕竟到了这种境界，已经可以强行给人灌注精神力。就算天生不是戒灵师，但是后天也可以变为戒灵师。我们炎族血脉特殊，抗拒精神力，所以自古以来，炎族之中一个戒灵师都没有出现过。楚风果然猜对了，只是他没有想到
炎族所有人都不是戒灵师，并且也无法成为戒灵师。看到颜如那遗憾的小表情，楚风赶忙转移话题，问道：“这次聚会不知都是什么人？有我青木山的弟子吗？”青木山的弟子没有，倒是一些隐士之人的闭门弟子比较多。虽然他们并不出名，但可都是高手的亲传弟子，每一个实力都不容小觑。你可千万别看扁了他们。不过你也不用怕，你毕竟是青木山的弟子，而且实力也不差，他们应该都会很喜欢你才是。不过有一个人你需要注意，这个人不太好相处，准确来说，他应该不算是人。颜如说道：“不知你说的是谁？”楚风问道。他叫仙坤。颜如说道：“仙坤是妖兽吗？”楚风问道。不是妖兽，比妖兽厉害得多，他是远古精灵，并且他不是普通的远古精灵，他是来自精灵王国的远古精灵，听说还曾触发过精灵王国的仙针，在远古精灵之中也是少见的天才。颜如说道：“那这来头还真是不太简单。”远古精灵，楚风自然知道，传自远古时期，可以说是五之圣土，最深不可测的势力，哪怕三府四族九世也没有愿意招惹远古精灵的。而远古精灵遍布于五之圣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他们的踪迹。而远古精灵的总部便是精灵王国，那是相当于青木山青木盛会的地方，是最强者的汇集之地。精灵王国的远古精灵，无论是年长年幼者，都是非同凡响。先不论天赋，单说是身份，就高出其他远古精灵一等。而这个仙坤不仅来自精灵王国，还是一个触发了远古仙针的存在，那就有些不得了了。楚风听说精灵王国的远古仙针与他处的不同，据说有多个远古仙针，每一个都要比寻常的远古仙针要难触发的多。而那个仙坤既然触发了精灵王国的远古仙针，从天赋来看的确很是出众。不过我不太喜欢他，此人太高傲了，简直不把所有人放在眼中，仿佛他是天下第一一般。而且遇到长辈也很是无礼，根本就是目无尊长，狂得很。而且我还听说他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被精灵王国赶出来，所以才一直待在青木领域的远古仙池。只要想到一个被驱赶出来的家伙还那般自负，这般狂傲，我就看不惯，因为他明明远不如我的炎邪哥哥。颜如说道。炎邪这个聚会他也在吗？楚风问道。相比于那仙坤，楚风对这个炎邪更好奇，毕竟楚风来这里实际上是要挑战这个炎邪的。你知道我炎邪哥哥？颜如略显惊讶，听掌教大人提起过，是少见的修武奇才。楚风说道。没错，炎邪哥哥非常厉害，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同辈。我觉得他与我们有些不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了，人中之龙，炎邪哥哥就是这样的人。颜如说道。那他可在？我想见见他。楚风说道。炎邪哥哥的确在炎族之内，不过可惜他是一个武痴，虽然与我和24个同龄，但却不爱参与这些事情，你怕是见不到他了。颜如说道。无妨，有缘自会相见。楚风笑了笑，他觉得他一定会见到炎邪，所以倒也不急于这一时。之后在颜如的带领下，楚风来到了一个花园，这花园很大，并且也很美，其中尽是奇花异草，招来了大片的蝴蝶翩翩飞舞，此处的花香更是令人心旷神怡。而这里便是此次聚会的地方。还未进入这里，楚风便感受到了很多气息。这里的人并不多，算上楚风与颜如，总共也就21位，并且这里的可不都是人类，有妖兽，自然也有远古精灵，都是小辈，但每一个都很强大。果不其然，五之圣土卧虎藏龙，不止青木山有天才，很多不隐士人物的弟子也都是了不得的天才，甚至有一些还不输于大势力的顶尖天才。楚风与颜如一同走来，很是引人瞩目，在场的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而当他们看到楚风后，或多或少目光都会有些变化，因为楚风身上穿的可是青木山核心弟子的服饰，他们都认得这个标志。毕竟青木山是青木领域的统治者，所以大部分人的目光还是很和善的。因为除了青木山这个招牌外，楚风自身的实力也是不俗，有资格获得他们的尊重。但是凡事总有例外，就在大部分人的目光都是和善，甚至有着些许敬畏的时候，楚风感受到了几道不善的目光。这目光有4个，3个来自远古精灵，而那最后一个则是来自人类。小茹，这位是一位男子走了过来，年龄30多岁的样子，9品武王的修为。这位长相虽然很是彪悍，但却与炎族族长有点相像。楚风猜测这位就是炎如的24哥。24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青木山的楚风。楚风，这是我24哥炎雷。颜如介绍起来，原来是青木山的楚风兄弟，欢迎欢迎啊。颜雷很是好客，虽然长得有些彪悍，但却是满面笑容。看着笑容，楚风就知道颜雷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如儿妹妹，也为我引荐一下吧。就在这时，一名身在高挑的男子走了过来。这名男子长相很是俊俏，是标准的俊男一枚，但是他的修为却一般，不过是5品武王，与在场的人相比，他的修为可以算是最垫底的。但是他的眼中却有着一抹优于常人的傲气，并且他穿着一件戒灵金袍，说明他是一位金袍戒灵师。楚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做田亮，与你一样，也是一名戒灵师哟。而田亮的师尊更是厉害，乃是一名黄袍戒灵师。据说你青木山曾多次邀请田亮的师尊做你青木山的挂名长老呢，不过都被田亮的师尊拒绝了。颜如介绍道，原来楚风兄弟也是一位戒灵师，幸会幸会啊。田亮冲楚风淡淡一笑，看似和善，但楚风却知道此人言不由衷，因为先前那4道不善的目光之中，除了3个来自远古精灵外，那另外1道正是来自这位叫做田亮的男子。青木山可不擅长结界之术，不知道楚风兄弟的结界之术是与谁学的？如今戒灵之术又在何级别？田亮笑眯眯地问道。略懂而已，不提也罢。
楚风并不愿与这种虚伪之人多谈。楚风兄弟，不必客气，你我能够相识就是缘分。若是你在戒灵之术方面有什么不懂的，倒是可以向我咨询，凡是我知道的都可以教教你。你不明白的，我也能替你解开疑惑。别看我现在还只是金袍戒灵师，但我的精神力已是很强。我师尊说，不出10年，我就可以成为一位黄袍戒灵师了。田亮说这番话的时候，看了一眼颜如，显然他这话不只是说给楚风听的，更像是说给颜如听的。他应该知道颜如崇拜戒灵师，所以在侧面的彰显自己的天赋，想博得颜如的青睐，同时也想贬低一下楚风，让颜如知道，虽然楚风也是戒灵师，但与他田亮比，却是天壤之别。黄袍戒灵师，田亮，你要成为黄袍戒灵师了吗？果不其然，听得此话，颜如的小脸顿时变得兴奋起来，那双美眸之中更是绽放出了光芒。10年之内，我必成黄袍戒灵师。见颜如这般，田亮特意高傲地挺了挺胸脯，露出了浮夸的自信笑容。好厉害啊！这样一来，你岂不是与黎前辈一样厉害了？颜如问道。我自然不能与师尊相比。提到师尊，田亮才谦虚了一下。怎么不一样？不都是黄袍戒灵师吗？颜如不解地问道。当然不一样，黄袍戒灵师也分3种，一种是崇文级，一种是蛇文级，还有一种是龙文级。这3种级别可以说是3个层次，相差非常之大。不过能成为崇文级的黄袍戒灵师，那都可以说是修炼戒灵之术的天纵奇才，不仅要拥有极强的沟通力、极强的精神力、极强的领悟力，还要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努力，刻苦修炼，阅读无数古书，不断填充自己才行。而这样的人，1万之中能出一个已是非常难得。而蛇文级的黄袍戒灵师，那更就是少之又少，每一个都是能与5帝争锋的存在。至于龙文级的黄袍戒灵师，怕是整个5至圣土都还没有。田亮一边给颜如科普戒灵师的知识，一边很是夸张的夸赞黄袍戒灵师有多了不起。实际上他也是在夸赞自己，而颜如则是丝毫不怀疑田亮所说，反而听得兴奋无比，可见他对戒灵师真的很是向往。龙文级黄袍戒灵师虽少，但5至圣土不是没有。据我所知，戒师联盟的戒师盛会内就有龙文级的黄袍戒灵师。楚风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田亮这么忽悠颜如，这简直就是误导，所以他开口了。楚风，是真的吗？颜如很是欢喜地问道。怎么可能是真的？可还不待楚风回答，那田亮便插嘴说话，并且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可千万不要道听途说，那都乱传的，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智者呀。我师尊乃是真正的黄袍戒灵师，当初就连戒师联盟也想邀请我师尊加入他们，不过却被我师尊拒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师尊觉得戒师联盟掌教的结界之术也是不如他何必效忠一个不如他的人？所以啊，你千万不要觉得戒师联盟真的有多了不起，只不过是虚名罢了。5支圣徒比戒师联盟厉害的戒灵师多着呢，一般如我师尊这样的隐世戒灵师才是真正强大的戒灵师。田亮竟当众贬低戒师联盟，竟有此事。楚风表面没有变化，但心中却是不爽起来。田亮可以吹嘘他和他的师尊，但是不能贬低他人啊，尤其是戒师联盟掌教，那可是楚风尊重的前辈，确定无疑。我师尊如今也来到了炎族之中，你若不信，可以去问我的师尊。不过我师尊脾气不好，不太爱与人说话，尤其是不懂戒灵之术的人，他更是不爱搭理。田亮一脸威胁的说道。显然楚风的开口让他很是不爽，黎前辈的确这样，不过楚风也是戒灵师啊。颜如插话道，差点忘了，楚风兄弟也是戒灵师，虽然戒灵之术差了点，不过还是可以勉强与我师尊见一面的，但是我师尊是否理你，我可就不能确定了。万一他发了脾气，可是会打人的，我师尊可不会管楚风师弟是不是青木山的弟子，我师尊的眼中只有真正的高手，可不会惧怕只有虚名之辈。所以说，要不要见我师尊？楚风师弟，你还要好好斟酌一番，若是出了事，我可不负责。田亮说道。我就不必与你师尊见了，不过戒师联盟掌教如今就在炎族做客，倒是不如让戒师联盟掌教与你师尊见一见。你师尊不是说戒师联盟掌教不如他吗？这样自己下结论可不好，不如让他们2人当场切磋一下，看看你师尊的戒灵之术是否真的如他所说一般，要比戒师联盟掌教强。楚风说道。什么？戒师联盟掌教来到了炎族？而听得此话，那田亮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先前还红润的小脸瞬间变得煞白，显然被吓得不轻。对啊，不仅戒师联盟的掌教来了，那位大名鼎鼎的苗人龙苗长老也来了，我的独孤叔叔也来了哦。颜如补充道。这一刻，田亮的脸都憋绿了，这几位都是他惹不起的存在啊！别说他了，就连他师尊也惹不起。早知道独孤星风也来了，他哪里敢挑衅楚风？这不是找死吗？田兄，让你师尊与戒师联盟掌教分个高下，不知意下如何？这样一来，对你和你师尊都好，毕竟切磋过后，你师尊也能证明自己，不然他们2人根本没有切磋过，你师尊却到处说戒师联盟掌教不如他，那岂不是信口开河，诋毁他人吗？让人觉得他是在吹牛皮，可是不好，若是让戒师联盟误会，那更是不好。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是啊是啊，我也很想看看黎贝与戒师联盟掌教到底谁的戒灵之术更强呢？颜如一脸的期待。田亮被逼得满头大汗，连腿肚子都开始瑟瑟发抖。先前他是吹牛比的，他自然知道他师尊不如戒师联盟掌教，若是让他师尊知道他替他师尊挑衅了戒师联盟掌教，他师尊非活拔了他的皮不可。这一刻他真是后悔了，后悔不该在楚风面前说这些，因为他忽然发现楚风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如若不然，楚风也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就将他逼入了绝地。若是按照楚风所想发展下去，他定要倒大霉不可。田亮越想越怕，害怕的已经汗如雨下。现在他算是意识到，这个楚风实在是太阴险了。离前辈的戒灵之术的确很强，不过他若想与戒师联盟掌教切磋的话，想必早就做了，又何必等到今天？我们小辈们好好聚会，就不要掺和他们长辈的事了。严雷开口说道。严雷与田亮是好友，倒是知道田亮有爱吹牛的秉性，知道此刻田亮很是为难，所以他开口是替田亮解围的。严雷兄说的对，长辈的事咱们还是不要掺和为好，以免说错什么让他们不愉快。见状，田亮赶忙顺着台阶往下跑，说话间还不由得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而既然严雷开口了，楚风看在他的面子上，便没有继续为难田亮。如若不然，楚风非要让田亮倒大霉不可。他可以夸赞自己贬低别人，但是贬低楚风认识的人，那就绝对不行。那好不，楚风虽然没什么，可是颜如倒是很是失望，就连那小嘴都撅了起来。这个丫头，别看20出头，但的确是个少女的心性，所有的情绪都表露在了脸上。如儿妹妹，你这项链不错呀，不知是出自哪位前辈之手，竟凝聚得如此漂亮。田亮道也会哄女孩开心，见颜如不悦，赶忙夸赞起她。不过他的夸赞倒也是发自内心的，身为戒灵师的他能够看得出来，颜如此刻戴的项链的确很漂亮，非寻常戒灵师能够做得出来。这是楚风做的，怎么样，很漂亮吧？颜如用玉手握住脖颈上的项链，四处显摆道：“原来是楚风兄弟做的。”听得楚风的名字，田亮的表情顿时变得不自然，随后赶忙改口说道：“楚风兄弟做的是不错，不过还有一些瑕疵。这样吧，如儿妹妹，我帮你改一改。身为金袍戒灵师的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不用了，我很喜欢这个样子。在我看来，现在的这条项链简直就是完美的。你改过，肯定就不随我的心意了。”颜如果断拒绝。田亮一脑门子的黑线，不知该说什么好，但对楚风的恨意却更浓了。他不明白楚风这个忽然跳出来的小子，怎么就这么招颜如喜欢？颜兄，不是说不邀请青木山的弟子吗？这怎么来了一个？忽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定目观望，3道身影正在靠近。这3位是远古精灵，这还是楚风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远古精灵。虽然当初在远古仙池，楚风已经见过远古精灵，可是当时的远古精灵皆是穿着特殊的长袍，将面容都挡上了，楚风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长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楚风看到了，远古精灵的体型都是偏瘦的，看着虽不健硕，但也很是顺眼，可以说是瘦的恰到好处。至于长相，很接近人类，但与寻常人类比也有些特别。他们的头发是黄色的，眼睛是绿色的，耳朵与人类也是不同，有点尖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远古精灵长得很美。此刻出现在楚风眼前的，明明3个男子，但却长得很像是女人，肌肤白皙如玉，甚至身上还有带有淡淡的清香。他们天生便有着一种与人类不同的气质。若论容貌，就算是那个田亮，也比不过眼前的3位远古精灵。不过可能因为太像女人了，所以倒给楚风一种很娘的感觉。总之外表来看，一点也不男人。但也正因如此，楚风倒是很想看一看远古精灵的女子。男子已是这么美了，那远古精灵的女子应该极美才对。而抛开容貌不谈，眼前这3位远古精灵修为都很强，全部都是9品武王，气息也很浑厚。尤其先前开口的那位，他的年龄是3位中最小的，与楚风相近，但是他的气息却是3个远古精灵中最强大的，并且这位的胸口还挂着一个特殊的标志，那个标志楚风见过，是精灵王国的标志。显然这位就是颜如所说的那个仙坤了。可忽然楚风眼前一亮，心中暗道：这个人我见过。原来楚风不只见过那个标志，楚风还见过这个仙坤。当初楚风进入远古仙池，准备触发远古仙针的时候，在远古仙针最底部发现了一个身影，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远古精灵，当时的修为便是5品武王。那对于当时还只是9品武君的楚风来说，他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是根本无法击败的敌人。楚风当时想要触发远古仙针，却因为那位的存在，不得不在远处等候，直到那位离开后，楚风才敢靠近远古仙针，才触发了远古仙针。虽然当时的楚风也没有看到那位的容颜，但是他的气息，楚风却记得与眼前的这位一模一样。只是楚风想不到，如今竟然还能遇见这个远古精灵仙坤。虽然这仙坤的天赋很好，在楚风加入青木山的时间内，他的修为连续突破4重，已经成为了9品武王。但是楚风可是从9品武君突破到了8品武王，连续突破了8重，突破速度是这仙坤的整整1倍。所以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楚风已经不惧怕这个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了。颜兄，你这可就算是出尔反尔了，说好不请青木山的弟子，怎么还是请来了？此刻仙坤走到了近前，再度问道：楚风不是我哥请来的，他是随青木山的独孤掌教来我颜族做客的。颜如抢着说道：这么说就是不请自来哥？仙坤看向了楚风，目光很是不善，他似乎很反感楚风，不仅是反感楚风，应该是反感青木山的人。当然不是，是我邀请楚风过来的。颜如解释道。颜如，你哥都说了不请青木山的弟子过来，你怎么还邀请？仙坤问道。我哥说了，我又没说，何况我颜族向来与青木山关系很好，为什么不能请青木山的弟子？颜如有些不悦，你这么不想青木山的弟子来，莫非是怕了青木山的弟子？楚风也是开口了，他可不会一直躲在女人的后面，让颜如帮他挡着，对方无端挑衅，不管他到底因为什么，身为男人，楚风都要亲自接着。什么？我怕你青木山的弟子？哈哈，
真是可笑！你青木山也就霸占个青木领域，还真以为天下无敌？莫说我与我远古精灵比，单说人类势力，三府四族，你青木山哪一个招惹得起？仙坤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开始冷嘲热讽，抨击青木山远古精灵再厉害，当年不也是败在清玄天的手中？人类怎么了？人类也能让你们闻风丧胆？而楚风也不甘示弱，直接戳向仙坤的痛处。他知道清玄天是远古精灵永远的痛。清玄天只有一个，你以为你是清玄天吗？仙坤越发愤怒，很少有人敢这样顶撞他。没错，我不是清玄天，但你也不是整个远古精灵。远古精灵的江山是你的前辈们打下来的，与你没有一毛钱关系。远古精灵强，但不代表你强。你凭什么狂妄？你凭什么自负？你凭什么目中无人？楚风连续逼问，语速极快，让那仙坤开口反驳的机会都没有，憋得脸色发青，满面怒容。青木山的确不是远古精灵的对手，可在这青木领域，青木山却是统治者。你驻扎在这里的远古精灵也不敢招惹。楚风继续说道：“好是狂妄，不妨告诉你，我不是这里的远古精灵，老子是来自精灵王国的。仔细看看，这他妈是什么？这标志你认识吗？”仙坤指着自己胸口的标志，大声吼着，就像是害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来自精灵王国的远古精灵一般。原来是精灵王国出来的，难怪这么嚣张。但是我想问问你，既然是精灵王国出来的，不好好在精灵王国待着，跑这里来做什么？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赶出来了？楚风冷笑道。听得此话，仙坤顿时气得脸色发青，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因为楚风说对了，一句话就戳中了他的痛处。他的确是被精灵王国赶出来的。当年仙坤成功触发精灵王国的远古仙针后，的确是风光无限，被视为天才，更是与精灵公主周游各处，寻找精灵仙华。当年来到这青木领域的远古仙池后，就连镇守这里的南方领主也是对他毕恭毕敬，甚至还委托他触发远古仙针。可不曾想他失败了，他不但没有成功触发远古仙针，反而被一个人类触发了远古仙针，这让远古精灵颜面尽失。传到精灵王国后，精灵王国更是一怒之下将他驱赶了出来，让他一辈子只能待在青木领域的远古仙池，不能再回精灵王国。而他后来得知那个触发远古精灵的弟子进入了青木山，所以他才对青木山的弟子特别的反感。不过若是让他知道真正触发了远古仙针，害他被驱赶出精灵王国，从此断送了大好前程的人，实际上就是楚风，并且就站在他的面前的话，不知道他又会作何感想？想必当场杀了楚风的心都有了。两位给我个面子，不要吵可以吗？就在这时，严雷开口了。身为这场聚会的举办者，他自然不愿看到楚风与仙坤动起手来，何况在他看来，若是二人动手，楚风完全不会是仙坤的对手，所以他挡在了楚风的身前，意思是他会保护楚风，要仙坤收敛。而此刻仙坤的确怒火滔天，但是碍于这里是炎族，他也不能不给严雷这个面子，只好拂一拂衣袖，便向先前的来时的地方行去。楚风兄弟，仙坤来此之前问过我有没有邀请青木山的弟子，我说与青木山的弟子倒是不熟，所以没有邀请，并没有看不起青木山的意思，所以楚风兄弟千万不要介意。严雷怕楚风心存芥蒂，所以解释了一番。没关系，我明白。楚风笑了笑，他看得出来严雷对他并无恶意，在场的大部分人对他都没有恶意，此刻对他有恶意的只有4位，远古精灵的仙坤3位，以及那位自称要成为黄袍界灵师的田亮。在场的20人中，只有这4位是楚风慧眼中钉。楚风兄弟果然深明大义，既然都来了，就一起聚聚吧，我也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严雷笑着将楚风引向人群，而楚风靠近后还为严雷介绍，那些人便主动走过来与楚风打起招呼。他们的修为都不弱，大部分都在6品武王到8品武王之间，说起来都比那田亮要强。可是他们对楚风都很和善，不但没有自负，相反对楚风还有些敬畏。而他们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有2点：一是楚风是青木山弟子，并且如今独孤星风也在青木山，他们发自内心的惧怕楚风；二是楚风自身的实力也是不弱，有足够让他们尊重的资格。这场所谓的聚会，其实就是小辈之间的一场闲聊，一场探讨。有些人知道九世狩猎刚刚结束，所以都向楚风打听这9世狩猎的第1名是哪门哪派的哪个弟子，甚至还有人知道万花秀院的聂婉姐妹很厉害，问这一次的9世狩猎是不是还是她们姐妹获得了第1。对于这种问题，楚风也是以打太极的方式转移话题，没有正面回答。不是楚风不想回答，只是他总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这获得9世狩猎的人就是他吧，这样也太自吹自擂了。楚风不是田亮，不喜欢吹牛比，也不喜欢彰显自己多牛逼，所以他才不愿意说。如果说这获得9世狩猎第1的人不是他，那么楚风就毫无忌讳了。但总体而言，楚风与大家相处的还不错，而也因为大家都爱与楚风聊，反而倒孤立了远古精灵的3位。严兄，我听说你炎族有一门绝学，叫做的净火海诀，此绝学远胜寻常的地境武技，若是施展，可将一方化作无边火焰，甚至能将大海烧干。当年的炎帝大人就是凭借这一招留下了炼狱火海这一境地。但是这武技我只是听说，却从未见过，不知严兄能否把这武技给我看看？沉默许久后，仙坤对严雷说道：当初炎帝大人所施展的并非是地境火海诀，而是另一种武技，叫做的净天火诀。那地境天火诀堪比天境武技，威力极强，但也正因为很难修炼，并且一个不慎就会焚烧己身，自取灭亡，所以这地境天火诀在我炎族内也是一种禁忌，除非成为武帝，否则根本没资格修炼。那的净天火诀我没有修炼，至于仙坤兄所说的净火海诀，我倒是修炼了。你若是想看，
我倒是可以给你演示一番。严雷说道。好，那就有劳严雷兄了。听得此话，众人拍手叫好。严族隐士不与人争，所以他们的手段已经很少有人看过。今日严雷要展示，他们自然很是期待。而严雷也不犹豫，踏空而行，来到半空，衣衫舞动之间，便要施展那的禁火海诀。等一等，可就在这时，仙坤却是忽然开口：“仙坤兄，还有事？”严雷问道。我想严雷兄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想看的不是你施展的禁火海诀，而是我想亲自看一看地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仙坤笑眯眯地说道。你说什么？仙坤此话一出，严雷与颜如顿时脸色大变，一抹怒容浮现而出。仙坤是在提出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我是说，我要看的不是你演示的禁火海诀，我要看的是地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仙坤再度重复道。仙坤兄，这个玩笑开的可就有点过了。地禁火海诀乃是我炎族不外传的武技，你居然想看？你觉得可能吗？严雷脸色很不好，但却强忍着怒火，没有发作。虽然这是他炎族的地盘，但他也知道远古精灵还是不惹为妙。严雷兄，话也别说得太死，我只看一回，不可能就把你炎族的禁火海诀学到手。另外，我也不会白白的看，只要你给我看一下的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们。仙坤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盒子，这盒子有2个巴掌大小，四四方方的，很是精致。它的精致不是镶嵌了多少珍珠玛瑙、钻石翡翠，而是它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编织而成。但是这植物很是特殊，不仅散发着淡淡的微光，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仅坚不可摧，更是能够隔绝精神力。最重要的是，这个盒子竟然是具有生命的。看到这个盒子，楚风也是眼前一亮，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东西是活的，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植物。但是这个植物很有趣，很坚固，怕是寻常的半地都无法用武力将其打开，并且楚风悄悄地动用了天眼，但依然无法看透这个盒子，隔绝能力相当之强。这个莫非是精灵王国内那传说中的植物藏雾藤？忽然有人惊呼一声，认出了这个植物。没错，这就是我精灵王国的特产藏雾藤。仙坤很是得意地说道，因为这藏雾藤是精灵王国内一种特殊的植物，只有精灵王国内有，外面根本见不到。而它之所以叫藏雾藤，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活着的植物，但它却具有宝盒一样的功能，能够在里面放置物品。最重要的是，在放置物品前可以制定一套特殊的开锁方法，除了这套开锁方法外，除非用绝对的武力，否则根本无法打开这个藏雾藤。所以说，藏雾藤是一个很神奇但又很有趣并且很实用的奇物。只是一个藏雾藤而已，就算它再珍贵，可也绝对比不上我炎族的禁火海诀。你拿这个就想换我炎族的不传武技，可真是痴心妄想。颜如瞥了仙坤一眼，他觉得仙坤就是有意戏耍他们，就是想占便宜。谁说我要给你们看的是这藏雾藤了？我要给你们看的是这藏雾藤里面的东西。仙坤说道。这里面有什么？颜如问道。诸位知道我五之圣土的禁地吗？仙坤故弄玄虚的问道。当然知道，威震五之圣土，连5地强者都不敢踏入的禁地炼狱火海，就是我炎族老祖炎帝大人留下的。颜如很是得意的说道。颜如姑娘说的没错，炼狱火海的确是我五之圣土较为出名的禁地之一，但是炼狱火海也不是没人能闯进去。据我所知，3府之一人王府的府主就曾进入过炼狱火海，在里面待了足足10日，出来的时候毫发无损，进入其中如入无人之境，轻松至极。仙坤说这番话的时候，嘴角带笑，在变相嘲讽颜如。你到底想说什么？听得此话，颜雷也是非常不悦，逼问起来。仙坤可以嘲讽颜如，但却连带着嘲讽了炎帝，这他就接受不了了。我想说的是，在我五之圣土内，禁地无数，但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唯有3座，这3座是如今五之圣土公认的3大禁区，那便是远古坟场、月下迷宫以及是血杀阵。而这3大禁区之中，远古坟场又是公认的第1禁区，进入其中的人就算能活着出来，但也绝对活不过1个月，不管是谁都难逃此厄运。远古坟场传自远古，顾名思义，那是真正的坟场，谁敢踏入都是必死无疑，从来没有例外。仙坤说道。而听得仙坤的话后，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脸上都扬起了一抹凝重之色。可以看得出来，这远古坟场的威名还真是非同小可。但是远古坟场之内尽是宝物，随便捡块石头那也是价值不菲之物。而我不瞒大家，我这藏物藤内就有一件来自远古坟场内的物品。仙坤说道。仙坤兄，你所言是真？果不其然，听得这藏物藤内的物品竟是传自远古坟场的宝物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甚至光芒闪闪，就连楚风也是被勾起了好奇心。我仙坤若是说谎，天打雷劈！这乃是当年我触发了远古仙针后，国王大人奖赏给我的。堂堂精灵国王，岂会给我一个赝品？仙坤说道。那这其中究竟是什么？众人一同问道。这个是秘密，你们若是想看，倒也可以，就看严雷兄给不给你们这个机会了。仙坤将目光投向了严雷，你想怎么交易？严雷显然也动心了。远古坟场内的宝物，这实在太有诱惑力了。莫说是他，就算是他父亲在这里，他也想要看一看。要知道，远古坟场简直就是五之圣土被神化了的地方。虽然它名为远古坟场，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神之领地。神之领地，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说明那是神生存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些凡人才不能踏入。而远古坟场内的物品，也就等于是神之领地的物品，来自神界的物品，谁不想看看？严雷兄，我不瞒你，我当年看过这藏物藤里的物品，因为当初国王陛下是当着我的面亲自将那宝物放在这藏物藤里的，所以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里面的可不是一块石头什么的，而是一件器物，所以它的价值非常之高。不过你们也应该知道，藏物藤在放置物品前要设置一个开锁密码，这个密码是国王大人设置的。他说等我成为半帝再告诉我这个密码，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藏物藤该怎么打开。仙坤说道。仙坤兄，你说了这么多，到头来却打不开藏物藤，那你要我们看什么？这不是耍人吗？严雷剑眉倒竖，很不高兴。严雷兄，我话还没有说完，你先别急，我相信我把话说完了，你一定会很感兴趣。仙坤微微一笑，随后说道，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们尝试着打开这藏物藤，只要你们能打开这藏物藤里面的宝贝，我就不只是让你看一眼这么简单，而是将它赠送于你。仙坤，你此话当真？严雷问道，眼中涌动着些许欣喜。千真万确，不过这是有条件的，我给你打开这藏物藤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这个时间的长短就取决于你自己。仙坤说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把地境火海诀拿给你看，我给你看的时间是多少，你就给我打开这藏物藤的时间就是多少，对吗？严雷问道。聪明，我就是这个意思。仙坤笑着点了点头。好，那就来吧，大家今日聚在这里是缘分，我也就不私藏了，干脆把地境火海诀拿出来给大家看。你们若是谁有这个本事，就尽量的学；若是谁能修炼成功，那我严雷也绝不多说，有的只是深深的佩服。日后就算你施展，我严族也绝不为难。严雷高声说道。他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大喜。本来这是严雷与仙坤的交易，想不到他们也能参与进来，并且是免费的，这实在是太令人喜出望外了。爽快！既然严雷兄都这么说了，那我也爽快一下。等下，不仅严雷兄，你可以破这藏物藤，只要是同辈之中，你能请得动的，都可以让他们帮忙。仙坤说道。当真？严雷问道。我仙坤说话向来算话。仙坤说道。好，我这就去取得禁火海诀，大家稍等片刻，我去就来。严雷说话间就走了。果然，没过多大会，他就回来了，并且手里还拿着一个特殊的卷轴，光芒流转，一看便知不凡。看到这卷轴，颜如顿时小脸一变，赶忙暗中传音：哥，你真要给他看啊？这可是我颜族的不传武技。傻妹子，我已经向父亲请示过了，他同意。更何况这的禁火海诀，你我都修炼过，是地禁武技中极难修炼的一种，而它最难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详细的告诉你修炼方法，而是你要从中领悟，这是非常消耗时间的。当初我修炼这的禁火海诀，可是足足领悟了1个月，才彻底掌握修炼方法，而我只给他们看一回，他们莫说修炼，连这修炼的内容他们都领悟不全，看了又有什么用呢？严雷说道。哥，话是这么说，可是那仙坤的藏物藤，一看这就知道没那么容易解开，如若不然，仙坤自己早就解开了。这个人很狡诈，就算你给他看了，估计也解不开这藏物藤。颜如说道。傻妹子，咱们是解不开，可是别忘了田亮兄在这里，天下间还有戒灵师解不开的东西吗？更何况田亮兄可不是寻常的戒灵师，而是要成为黄袍戒灵师的戒灵师，有他帮忙解开这藏物藤，起码有50%的把握。就算他解不开，但仙坤也学不到的禁火海诀，所以我们绝不吃亏。严雷说道。那好，听得严雷的话后，颜如才点了点头，因为他觉得严雷说的的确很有道理，这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你们兄妹2个商量好没有？仙坤不傻，猜到了严雷与颜如在暗中交谈，商量着什么。好了，从现在开始计时，大家尽情的看吧。严雷说话之间，将手中的卷轴打开，刹那间一道红光冲天起，随后又化作光球从天而降，覆盖众人。此刻众人皆是眼前一亮，随后目光凝重，集中了全部精神，无比认真的观看去感悟，因为眼下在那红光之中，有着无数文字、无数符咒、无数语句，如蝴蝶、如鸟、如苍蝇一般飘荡在他们的四周，甚至还会发出声音，涌入人们的心中。这就是地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看来倒是不虚此行了。然而，就在众人忙碌着，全神贯注的感悟此武技的时候，楚风却笑了。楚风身为修武天才，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对他来说，连突破境界都是轻而易举之小事，别提修炼武技了。更何况，他不仅仅是一位修武者，还是一位黄袍戒灵师，还掌握着天眼这种强大的手段。他的领悟力甩开了在场之人不知道多少条街，在大部分人都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想要多了解一下这的禁火海诀的时候，楚风只在片刻的时间内就已经掌握了这地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所以，楚风闭上了眼睛，他现在要做的事，不是领悟的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而是修炼这的禁火海诀。到了楚风这种水平，修炼武技已经不必实打实的去修炼，用心也同样可以修炼。楚风能够感觉到，这的禁火海诀的确是一种很难修炼的禁武技，但是与楚风之前修炼的地境苍冥斩与地境苍冥盾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楚风完全可以用心就将这武技掌握。楚风怎么了？别人都在认真的看，他怎么看都不看。颜如在观察众人，但是很快就发现楚风在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这让他很是不解。这与那些眼睛发光的众人相比，楚风简直就成了一个异类。我感觉楚风兄弟才是最明智的，他很清楚，他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领悟到的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所以他干脆不看，不浪费这个时间。颜雷解释道。可是这毕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是都不是，岂不是很可惜吗？颜如略显惋惜，他似乎很希望楚风能在这段时间内有所收获，哪怕一点也好。妹子，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智慧。楚风兄弟不愧是青木山的弟子，这份智慧在场的只有他一个有。
相比于颜如，颜雷则很是赞赏楚风的举动。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虽说开始说只给大家看片刻，但是知道这的禁火海诀很难领悟的颜雷，给了大家很充裕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其实不是颜雷大方，他这是在给自己提供机会。毕竟他自信2个时辰内没有人能够领悟这的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但是他觉得2个时辰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破开藏物藤。2个时辰若是他都无法破开藏物藤，那便说明他根本无法破开藏物藤，倒是也不会有何遗憾。哥，你看仙坤他有点不对劲。然而在1个时辰刚刚过去之际，颜如突然紧张的传音于颜雷。听得此话，颜雷也是将目光投向了仙坤，而当他看向仙坤之后，也是顿时面容大变。此刻仙坤与其他人一样，仍在仔细地观看着四周，但是他有一点却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手指在轻微的变化，尽管很是隐秘，但却很有节奏。这个手指的变化便是让颜如与颜雷紧张与害怕的地方，那是地禁火海诀领悟的一个关键。若要彻底掌握，基本也就等于掌握了得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哥，不能继续了，这样下去仙坤就要习得的禁火海诀了。颜如紧张地催促道。而此刻颜雷也是眉头紧皱，满面冷汗。他真的没有想到仙坤的领悟力会这么强，这简直超乎想象，所以他没有犹豫，大袖一挥，便将那卷轴合了起来。卷轴一合，那四周的红光也是瞬息不见，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愣，如同自梦中醒来一般，将目光投向了颜雷。他们知道应该是时间到了，只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到的似乎有点快，他们明明什么都没感受到呢。诸位，1个时辰已经过了，给你们看这么久，相信你们应该都有所感悟吧。颜雷笑着说道。颜雷兄，你研足的这的禁火海诀真不愧是地禁武技中的极品，尽管我未能参悟他具体的修炼方法，但我却能感受到他的强大。田亮说道。田兄不愧界灵师，居然能感受这么多。老实说，我在这个时辰内什么都没感受到，惭愧惭愧啊。其他人叹息着摇了摇头，他们没有说谎，尽管他们在这个时辰内全神贯注，使尽了手段，但却也未能拼凑出一段完整的修炼方法。颜兄就给看了1个时辰，你可有些小气了。此刻仙坤开口了，他的脸色不太好，因为只差一点他就掌握了这的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不过可惜颜雷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他很是不爽。仙坤兄，1个时辰可不短了，毕竟1日才只有12个时辰。颜雷微微一笑，看到仙坤这不爽的表情，他反倒放心了，这说明仙坤还没有掌握的禁火海诀的修炼方法。仙坤，你该履行承诺了。颜如催促道。放心，我不会食言的，拿去吧，1个时辰打得开里面的东西就归你们，打不开就还给我。仙坤将那藏物藤丢给了颜如，接住藏物藤，颜如与颜雷对视了一眼，随后2人相视一笑，一同将目光投向了田亮，说道。田亮，帮我们打开它，没问题吧？颜雷兄，如儿妹妹，你们就放心吧，这种事情交给我田亮，那就对了。田亮得意一笑，便从颜如手中接过了藏物藤。此刻的他很是高兴，先不说在颜如面前证明他的机会来了，若是他真的打开了这藏物藤，那么传出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声，若是被他师尊知道，更会盛赞于他。不过对于颜如将藏物藤交给田亮的举动，那仙坤却是嗤之以鼻，冷笑一声，脸上没有丝毫的担心。仙坤虽不担心，但是众人却很是关心，几乎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田亮以及他手中的藏物藤，他们都想要看看田亮是如何破开这藏物藤的。田亮怎么样，有把握吗？颜如紧张地问道。颜如妹妹，你就放10万个心吧，这藏物藤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骗外星人还行，骗我田亮简直门都没有，看我分分钟便破开它。田亮再度得意的一笑，随后还挑衅地看了一眼仙坤，说道。仙坤兄，在下多有得罪了，你随意。仙坤不以为然，双手环抱于胸前，脸上挂着浓浓的自信。那我可就出手了。田亮说话之间，意念一动，磅礴的金色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在其娴熟的催动下，眨眼间便凝聚成了一座结界阵法。田亮将那藏物藤放在中间，随后手指对着阵法一点，只听起大喝一声，开！一声过后，大地都是一动，结界阵法更是光芒大盛。可是当结界阵法的光芒退去后，那藏物藤却没有丝毫的变化，竟纹丝未动。见到这一幕，田亮脸色嘴巴一张，大吃一惊，还以为出错了。他的再度双手变化，打出手印，对着那阵法再度一指，喝道：开！可是这一次则是如同先前一样，那藏物藤依旧纹丝未动，这阵法根本无法破开藏物藤。这位仁兄，看来你这阵法不太管用啊！忽然几道讽刺的笑声传来，仙坤以及另外2只远古精灵毫不顾忌地嘲讽着田亮。此刻田亮脸色苍白，已是汗如雨下，他可不想在这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于是他赶忙收起这道结界阵法，使用更高深的结界阵法来破解藏物藤。可是足足半个时辰过去了，田亮已经用尽了他最强的结界阵法，但依旧无法撼动那藏物藤。此刻颜如与颜雷的脸上都满是失望之色，而在场的围观之人也同样如此。至于田亮，更是面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淋透了，气喘吁吁的他因为使用结界之术过度，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终于田亮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田亮兄，没事吧？见状，颜雷赶忙走上前去，将田亮搀扶而起。颜雷兄，我真的尽力了，不是我无能，实在是这藏物藤太难解，莫说是我，怕是我师尊来都解不开，这藏物藤简直无人可解。田亮摇头说道。
他刚看到藏物藤的时候，便仔细打量了一番。在他看来，这藏物藤漏洞百出，想要解开太难了。但是当他真的出手尝试之后，才知道这藏物藤是多么的难以破解，所有漏洞都是假的，他简直无懈可击，寻不到一丝弱点。听得田亮这样一说，颜如以及颜雷的心都凉了。如果田亮都没办法的话，那看来他们真的是没戏了。不是分分钟就解开吗？怎么到头来又说无人可解？仙坤讽刺的开口了，他在嘲讽田亮。先前的确是我低估了这藏物藤，不过现在我已经发现他的厉害了，这藏物藤的确无人可解。田亮一脸无奈的说道，但实际上也是想给自己找给台阶下。我告诉你吧，不是无人可解，只是你太无能。可仙坤却是咄咄逼人，羞辱的田亮脸色铁青，已是无地自容。但田亮这般却也怪不得别人，的确是他之前把话说得太满，并且把藏物藤说的那般不堪，可到头来他却根本破不开。现在被仙坤羞辱，也是他自作自受。仙坤兄，说话不要太过分，莫说田亮兄解不开这藏物藤，我想你自己都解不开吧。颜雷开口了，田亮是他请来帮忙的，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亮被人侮辱。我的却解不开，但是我没有说大话，没有说什么分分钟就解开这藏物藤。做人要有自知之明，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要说这样的大话。仙坤冷笑地看着田亮，仙坤，你少扯，你这藏物藤根本就打不开，你实在太无耻了，明知道他无法打开，还来与我哥交易，你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颜如也愤怒地开口了，他不是因为仙坤羞辱田亮而愤怒，只是他觉得这藏物藤根本无法打开，仙坤是在耍他们，所以他才愤怒。颜如，话可不要乱说，虽然我解不开这藏物藤，但是我远古精灵之中可是有很多人能够解开这藏物藤，你们解不开，只能说明你们无能，怪不得别人。还有半个时辰，你们是换个人来继续破解呢，还是放弃啊？仙坤冷笑着问道。听得此话，颜雷的脸色很是不好，但是他知道田亮都解不开，在场等人中就没人能解开了，所以他摇了摇头，准备放弃。我颜族没有放弃这个词。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响起，这个声音响起之际，宛如一道惊雷炸响，惊得在场之人皆是身体一颤，甚至两耳发明。随后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东南方向，因为这句话不是他们说的，而是自那个方向传来的。定目观望，几乎所有人的神情都变得凝重起来。此刻一个年轻人的身影正自花园的东南方向缓步行来，这人一头黑发，扎着一个马尾，冷峻的脸庞散发着冰冷的气息。看到这位，就连楚风也是瞳孔一缩，眼前一亮，这人的气质与众不同，一看就是一位不凡之辈。颜邪哥哥，你来了。见到这位，颜如赶忙跑了过去，高兴的又蹦又跳。颜邪弟弟，你来的实在太是时候了，我们这刚好有道难题，你来了就能解决了。与此同时，颜雷也是走了过去，先前很是郁闷的脸上此刻挂满了喜悦的笑容。见到这位年轻男子，他俨然就像是见到了救星一般。而这位就是独孤星风口中那位具有成为帝王资质的人。颜邪，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交给我吧。颜邪摆了摆手，随后便一步一步的向那摆在地上的藏物腾走了过来。当颜邪靠近后，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都是肃然起敬，就连自负的仙坤以及另外2位远古精灵此刻也是眉头紧皱，不由自主的向后倒退了一步。这颜邪并未散发出他的修为气息，但是他仿佛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压迫感，令人畏惧。在场的同辈中人能够抵挡住这种压迫的唯有楚风一人。颜邪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看向了楚风，打量了楚风一眼，但没有说什么，并且面无表情，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而已。不过就是这一眼，楚风就察觉到了一些东西，他知道他在颜邪的心中已经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忽然颜邪的拳头猛然握紧，这番天地都是一阵抖动，风云变幻，狂风四起，周遭的一切都被他的气息所影响了。半地，一品半地。与秦问天不同，颜邪这一品半地的修为不是通过歪门邪道换来的，而是凭借自己的修武天赋修炼来的。如此年纪就成为了一品半地吗？感受到颜邪的气息，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要知道颜邪的年纪其实不大，与楚风相差不多，是在场之中比较年轻的，而他这样的年纪便踏入半地境的简直少之又少，怕是3府4族那样的势力之中都很少出现这样的天才。住手！然而就在这时，仙坤却是突然开口了。何事？颜邪将目光投了过去，宛如2道利刃一般，威慑十足。面对这个目光，仙坤也是内心一颤，一行冷汗自额头挤了出来。可他却并未退缩，而是说道：你可以解开藏物藤，但不能毁了它，因为我只答应将藏物藤内的东西送你们，可没说过藏物藤也送你们。仙坤是心虚了，他能感受到这个颜邪有多强，这样的天才已经超越了他，只有他精灵王国中才有这种级别的存在，所以他知道，别看颜邪的修为是一品半地，但是他的实力绝对不止一品半的这么简单。若是颜邪出手，肯定能够破开藏物藤，但是他可不想将藏物藤内的宝物拿出来，所以他必须找个理由阻止颜邪出手。先前你可没说过不能损坏这藏物藤。颜邪说道，一字一句，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威慑力。我没说过不能损坏藏物藤，但也没说过可以损坏藏物藤。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可以打开藏物藤，但不能损坏藏物藤。仙坤说道。我若强行破开呢？颜邪冷声问道。你敢？你若强行破开，就是损坏我的藏物藤，而这藏物藤乃是我精灵王国的国王亲自赐给我的，你就是在挑战国王的威严。
仙坤知道他不是严邪的对手，所以只能拿精灵国王来压制严邪。你是在威胁我？严邪的目光突然转冷，与此同时，一股寒气也是散发开来。只是一瞬间，楚风等人仿佛都已身处寒冬。不，这不是寒冬就能有的寒气。如楚风这样的人，就算什么都不穿，在寒冬之中也不会感到冷。所以这股寒气是比正常的寒气要寒冷数倍的气息，冰冷刺骨，连在场的修武者都是难以抵抗。而仙坤更是这寒气席卷的主要目标，哪怕固执如他，此刻也是倒退数步，一头黄发更是被吹得狂魔乱舞，脸色变得很是难堪。强，这严邪真的很强，这不是其他人的想法，而是楚风的想法。这严邪仿佛真的具有成为帝王的潜质，因为这股压迫力绝非常人所有，有种你就杀了我，看我远古精灵会不会放过你。仙坤也怒了，很少有人敢这样对他，竟当众对他施压，你以为我不敢？而严邪散发的寒气越来越重，已经隐约之间涌现出些许杀气。严邪弟弟，算了，我们又不是非要他拿藏物藤内的东西，何况仙坤兄说的也是在理，他先前的确没有说过将藏物藤赠送我们，若是我们毁了他，怕是不好。见势头不妙，严雷赶忙冲了过来。对呀，严邪哥哥，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置气，不就是远古坟场的物品吗？其实我并不稀罕。与此同时，颜如也跑了过来，他们两个都很了解严邪。严邪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们若不阻拦，怕是严邪真的会出手。而严邪若是因为生气而出手，就绝对不是教训仙坤一顿那么简单，怕是会杀了仙坤。仙坤不管怎么说都是来自精灵王国的天才，若是他真的出事，炎族怕是要摊大事的。记住，提前下次把话说明白。在严雷与颜如的劝阻下，严邪冷静了下来。那你们还破不破？不破我就收走了。仙坤说道。此刻他很是不爽，尤其是严邪出场后，让他感觉很是难熬，想尽快离开此处。严雷兄，若是不介意，那就让我来试试吧。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传来，顺声观望，在场之人皆是一愣，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始至终一言不发的楚风。楚风，你看到楚风走了出来，人们都是很是意外。让我试试吧，反正还有将近半个时辰的时间，也许我能打开呢。楚风笑着说道。你能打开？连我都打不开，你说你能打开？楚风，你也这大话吹得也太响了吧。田亮张大个嘴巴说着，撇着嘴的脸上尽是鄙夷。你听好了，楚风只是说也许，可没有说肯定。说大话的是你吧？先前保证的那么好，我还以为你真能打开，结果到头来根本打不开，还说无人可解。颜如一脸不悦地对田亮吼道，他很是偏向楚风。如儿妹妹，我先前的确是有点自信过头，小看了这藏物藤，但是我亲手试过之后，已经知道它不简单了。这藏物藤真的无人可破，莫说是我，怕是我师尊来了都不行，连黄袍界灵师都破不开的东西。这对界灵之术，只是略懂皮毛的楚风也想试试，这不是扯淡吗？田亮解释的同时，也不忘羞辱楚风一番。他早就感觉到颜如对楚风颇有好感，但正是这样的好感，让他对楚风很是憎恨。准确来说，他是嫉妒。颜雷兄，不如你就让他试试吧，我也想看看这个青木山的弟子是怎么个不自量力的。仙坤也是开口了，他早就看楚风不爽，眼下有个羞辱楚风的机会，他怎会错过？楚风兄弟，既然你想试，就去试试吧。颜雷并未拒绝，但也没抱任何期望。在他看来，他只是满足一下楚风而已，连田亮都无可奈何，他又怎会期望楚风解开这藏物藤？见颜雷应允，楚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了那藏物藤的近前。此刻，人们都凝视着楚风，但相比于之前田亮的出场，以及先前严邪的出场，人们对楚风可谓没有丝毫的期望，他们都觉得楚风没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意念一动，衣衫舞动之间，磅礴的金色气体如同火山爆发一般，自楚风体内涌动而出。这时，看到那萦绕在楚风周围的金色气体，在场之人除了严邪之外，皆是目瞪口呆，吓了一跳，因为那金色气体并非金色结界之力，而是黄级结界之力。这样质的区别，他们不用感受，只看外表也能看出不同。楚风这个青木山的弟子，竟是一位黄袍界灵师。楚风兄弟，他竟然是一位黄袍界灵师，深藏不露，真是深藏不露啊！此刻，众人称赞连连。事到如今，他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低估了楚风。怎么可能？他如此年纪就成为了黄袍界灵师，这简直但要说吃惊。此刻最为吃惊的，自然要非田亮莫属。他的师尊是黄袍界灵师，在他师尊的指导下，他专修界灵之术已有多年。他自认为自己是界灵之术的天才，所以目中无人，极为自负。哪怕修为最弱，但也看不起在场的大部分人。而他尤为看不起的就是楚风。在他看来，楚风就是一个依仗青木山为靠山的垃圾，没有青木山，楚风什么都不是。至于结界之术，楚风拿什么和他比？他随随便便就能比得楚风落花流水。可是现在再看，这个结果简直让他震惊的难以自理。他师尊修炼了那么多年，才获得黄级结界之力，成为重文级黄袍界灵师。可是楚风如此年纪就已经与他师尊同级别的界灵师，这叫自认为是结界天才，但却结界之术不如楚风，就连修为也不如楚风，甚至年龄也不楚风大上几岁的田亮，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只要想到他先前对楚风的种种挖苦以及种种羞辱，他此时此刻真的是感觉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田亮，之前你还说要教楚风结界之术，还说人家的结界之术不如你，现在还这么想吗？颜如笑眯眯地对田亮说道。他这丫头还
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往田亮的伤口上撒盐。而此刻的田亮，他还能说什么？除了干笑，他什么都不能说。不是不敢说，而是他不好意思再说，没有脸再说。真是想不到，我竟如此低估了楚风兄弟。黄袍界灵师，也许他真的能够解开这藏物藤。而此刻，严雷也是大喜，这种喜悦是意外的喜悦。事实上，就连那位极为强大的严邪，此刻平静的目光也是变得不再平静。而对于众人此刻的情绪变化，楚风早有预料，所以他并不在乎这个，而是自顾自地施展起了结界阵法。厉害，不愧是黄袍界灵师，这手段当真是行云流水，却又变化莫测，让人捉摸不透，却也知道很是利奥的。可是当楚风开始布置结界阵法后，换来的是却是一轮更为惊叹的声音。在场之人，也许像田亮这样懂结界之术的并不多，但是先前田亮布置结界阵法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了。而眼下楚风这一出手之后，无论是速度还是手段，甚至是气势，都远非田亮可比，甚至可以说是差了10万8千里。谁强谁弱，一眼明了。楚风强过田亮10万8千里，这不可能，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个楚风怎么可能把结界之术修炼到这种地步？田亮彻底被惊呆了。身为金袍界灵师的他，在楚风的手段中看出了更多。同为重文级黄袍界灵师，楚风的手段似乎比他师尊还强。没用的，他破不开这藏物藤，所以我劝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免得等下太过失望。然而就在众人惊叹连连之际，仙坤却忽然开口了，而他此话一出，无疑就是在众人热情高涨的头上泼了一大盆凉水。起初还有人觉得仙坤是在自欺欺人，可是看到仙坤如此自信，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们也开始怀疑楚风是否能够解开这藏物藤。而楚风这结界阵法布阵得很快，几乎眨眼间就布置完毕了。布置完毕后，楚风就盘膝而落，如同打坐一般，坐在了地上，闭目养神，很是悠哉。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了，那结界阵法一直在运转，可却没有光芒大盛，没有异象仙灵，那藏物藤也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距离限定的1个时辰就快要到了，但却依旧如此，这可就让先前在楚风身上寄托了希望的严雷与严如等人越发的感到失望。事到如今，他们忽然觉得仙坤的自信的确不是空穴来风，看来仙坤真的是很清楚他的藏物藤有多难破。我说了吧，已经叫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相信我了吗？实不相瞒，这藏物藤若想完好无损的解开，黄袍界灵师的确可以做到，但却不是重文级的黄袍界灵师，而是蛇文级的黄袍界灵师，并且就算蛇文级的黄袍界灵师想破这藏物藤，也需要至少半个时辰的时间。而这个楚风身为重文级的黄袍界灵师，却也想在半个时辰内破开我这藏物藤，你们说他是不是异想天开？他是不是白日做梦？仙坤对众人质问道。听得此话，众人皆不言语，那燃烧的心彻底被浇灭了。他们都觉得楚风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田亮却是大喜。虽说楚风是黄袍界灵师，他很受打击，但若楚风出手也是没有用处，那么他则会平衡不少。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双眼忽然睁开，沉睡了将近半个时辰的楚风苏醒了。当楚风苏醒的那一刻，就仿佛一条神龙醒来，他的眼中便散发出了2道奇异的光芒，摄人心魄，威势骇人。而与此同时，那平静的结界阵法也仿佛觉醒了一般，眨眼之间变得光芒大盛，宛如一轮明日坐落在了楚风的前方一般，光彩照人，那金光霸道，很是刺眼。有些实力弱的根本不敢正视，唯有7品武王以上修为者才能够顶着那刺眼的光芒继续注视结界阵法。而眼下凡是能够正视结界阵法的人，他们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难以形容的神色，甚至如严雷、严如等人，就连身体都开始剧烈的颤抖，那是激动的在颤抖。他们清晰的看见那结界阵法之内的藏物藤正在缓缓张开，